1997年3月的一个深夜，南美秘鲁茂密的丛林深处突然传出一声巨响，一个庞大的蛋形物体撕裂了夜空，坠落在原始森林中的峡谷崖壁上。几小时后，一支由8到10名士兵组成的军方小分队火速赶赴坠毁现场。他们不是秘鲁本国军队，而是驻扎在当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由于当时美军正与秘鲁合作，执行一项名为雷射打击的秘密反毒行动，这些士兵肩负监控空域、拦截毒枭飞机的任务。一旦发现可疑飞机不服从迫降指令，便有权将其击落。因此，当深夜雷达显示有飞行器坠毁，他们以为是某架友军或走私飞机出了事故，立刻奉命前去搜救和封锁现场。然而，当这群全副武装的士兵辗转赶到丛林深处时，迎接他们的并不是一架残破的普通飞机，而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离奇景象。正当他们准备展开救援，一连串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黎明时分，小队抵达了飞行器坠毁的坐标位置。原始丛林的清晨弥漫着薄雾与焦烧味，士兵们踩着折断的树枝与泥泞，小心靠近峡谷边缘。他们发现一道深深划开的痕迹，直指峡谷底部的岩壁，仿佛某个庞然大物高速撞入所致。顺着视线望去，在峭壁半腰处卡着一个巨大的异常物体，它大部分嵌入岩石，露出在外的部分约莫有小型巴士那么大，形状就像一滴头朝下的水滴，宽阔的底部朝上，略窄的尖端深深插进了岩壁。整个物体外观呈金属色泽，却不断流动变换色彩，表面附着一层仿佛彩油混水般的绚丽光晕，红橙黄绿蓝紫的光泽宛如薄薄的多彩立场包裹其上。士兵们从未见过如此景象，一时间谁也说不出话来。这显然不是任何已知型号的飞机或直升机残骸。走在最前头的年轻士兵强纳森·维甘特不禁屏住呼吸，瞪大双眼打量着眼前这个怪异的飞行器。它静静嵌在崖壁间，通体泛着柔和的珍珠母光泽，好似一个有机的活物在呼吸。维甘特注意到物体两侧有几排类似鳃孔或散热栅槽的结构，仿佛深海生物的鳃片镂空，在金属外壳上一开一合间反射晨光。但更引人心惊的是，一阵低沉的嗡嗡声从那物体内部传来，回荡在峡谷中。这声音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频率，只让人心底发毛。维甘特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升起，仿佛本能在对他示警。然而就在几秒钟后，那嗡鸣声戛然而止，四周瞬间归于死寂，只剩丛林清晨的风声和远处鸟兽的惊鸣。在嗡鸣停止后，蛋形物体表面的采光仍在流动变换，仿佛某种能量场尚未完全散去。维甘特心跳如鼓，他知道自己绝对不是在看一架普通的飞机，眼前这东西很可能不是地球上的产物。小队长和其他几名士官此时也从最初的震撼中回过神来，他们有人低声惊呼，这是什么鬼东西？有人则命令大家保持警戒，不要随意靠近。然而维甘特出于职责和好奇，慢慢向前挪动脚步，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他小心绕到峡谷下方，靠近那蛋形飞行器的底部。迎着微弱晨光，他发现地面和周围植物上布满了一种奇怪的凝胶状液体，粘稠如树枝，呈淡淡的紫绿色泽，在叶片和岩石上缓缓淌动。这液体散发着一丝化学燃烧过的气味，在阳光下映出红彩光斑。维甘特一时无法判断这是燃油还是别的什么物质，它不像汽油那样刺鼻，反而更像某种有机体的体液或是飞行器的冷却剂。他小心地用手指触碰了一下，发现液体略带粘性且温温的，粘在指尖还发出微弱的荧光。突然，一股异样的感觉涌上维甘特的心头。就在他接触那凝胶液的一瞬间，他原本紧绷的神经竟奇迹般的松弛下来，一阵难以描述的平静感覆盖了他，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无声地安抚着他的心灵。维甘特愣住了，明明身处极度诡异危险的环境，他却莫名其妙地感到安心，甚至一丝温暖的情绪从心底泛起。那感觉不像是自己的情绪，更像是别的意识投射过来的。脑海中闪过模糊的念头，不要害怕，我们不伤害你，请帮助我们。维甘特大吃一惊，猛然四顾，四周除了队友，
并没有其他人。他意识到，这或许是眼前这未知飞行器的主人在向自己传达讯息，一种通过意念沟通的讯息。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时间难以置信自己的感受，但那平静而恳切的意念如此真实，令他胸口泛起阵阵酸涩和同情。里面真的有某种智慧生物在恳求人类的帮助吗？维甘特呆立当场，眼中只剩下眼前这艘神秘的飞船。他隐约觉得，在那变幻的彩色光泽之下，似乎有几双眼睛正注视着自己。多年后，他回忆说，当时仿佛在脑海中瞥见了几个高大的灰色身影，细长的身材足有2-3公尺高，脑袋呈椭圆形，额顶高耸，长着一对漆黑的巨眼，没有明显的耳朵，鼻子扁平，嘴巴极小。他并未真的在现场亲眼见到任何外星人，但那一刻脑中浮现的画面却如此清晰，以至于终生难忘。或许正是那些身影的主人在飞船里通过某种方式向他传达意念，他们在恐惧的求援，而非来侵害人类。这是维甘特内心强烈涌现的直觉。然而，就在维甘特几乎忘我的与这奇异飞行器交流之时，身后传来2声急切的呼喊：维甘特，离那东西远一点，快退后！原来是和他同来的2名军士艾伦和阿德金斯，他们始终没敢靠得太近。此刻见维甘特几乎贴在怪物一样的物体旁，大为紧张，不断招呼他赶紧撤回安全距离。其他队员则分散在峡谷周边警戒，个个神情严峻，不知所措。维甘特这才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刚准备转身朝队友方向退去，猛然间他的耳畔掠过一阵急促的旋翼声，由远及近，轰隆作响。抬头一看，只见2架庞大的双旋翼直升机已经出现在上方不远处的空中。巨大的旋翼搅动气流，带起漫天尘土和树梢碎叶，在峡谷上空盘旋。直升机支援来了！一名士兵惊呼。小队长本以为是秘鲁空军或美军派来的增援，连忙挥手示意队员集结。然而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不对劲，那2架直升机并未悬停在他们附近准备接应，反而绕到前方不远处的一块空地降落了下来。更诡异的是，还不等直升机完全着陆，维甘特就发现从峭壁上方的丛林里冲出多道人影。那些人穿着整齐划一的黑色作战服，手持自动武器，以极快的速度朝他们所在位置包抄过来。什么人？小队长大喊。同时对方已经抵近，他们没有亮出任何识别旗帜。其中一人大声用英语呵斥：不许动，放下武器。那口音明显是道地的美式英语。维甘特和队友们一时间愣住了，来的不是援军吗？怎么反倒像敌人一般对他们吼叫起来？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黑衣人已经冲到眼前，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维甘特等人。维甘特下意识举起步枪瞄准，但很快发现对方人数和火力都远胜自己，小队瞬间陷入被动。为首的一个黑衣壮汉嘶吼着命令陆战队员们缴械投降，全部趴下，武器放下。对方动作干脆利落，几个黑衣人迅速绕到维甘特他们身后，呈包围之势。小队长见状，只得压抑住心中疑惑和愤怒，示意手下照做。士兵们面面相觑，满腹疑问却不敢违抗，只能慢慢将枪支放下，双手抱头蹲在地上。他们原以为来的是自己人，没想到竟被当成敌对目标制服，局势瞬间倒转，实在匪夷所思。维甘特也扔掉了手中的步枪，心中七上八下，这群黑衣人究竟是谁？为何对友军如此粗暴对待？他凭直觉认定对方是美军特种部队，无疑他们的装备、战术、动作和说话方式都极为专业。可奇怪的是，每个人制服上都没有任何识别标志，看不出隶属于哪个单位。此外，这些人年龄普遍偏大，约莫30-40岁以上，一个个面色冷峻。维甘特注意到，其中几名身穿黑色防水夹克的人背后印着白色字母 DAO， 是美国能源部的缩写。一瞬间他几乎怀疑自己眼花能源部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秘鲁丛林的 UFO 坠毁现场，还全副武装，如临大敌。种种异样让他脑中疑团乱转。眼见队友们都已束手就擒，维甘特胸口激荡着愤懑和不甘。他刚才似乎真实地接收到了某种外星讯息，
内心震撼且复杂。此时又突然遭自己人武力威胁，一时间情绪失控。只见他猛地站起，趁一名黑衣人不备，挥拳朝对方脸部揍去。那人大概没料到有人敢反抗，竟被维甘特一拳击中前额，踉跄了一下。然而其他黑衣队员立刻一拥而上，3两下便将维甘特撂倒在地，其中一人用力将他的脸朝下压进泥土。维甘特只觉脸颊撞在湿滑的地面，鼻中满是土腥，与一股奇怪的化学气味，他这才想起地上的泥土混着大量刚才那种神秘液体。现在那些粘稠液体沾满了他的头发和脸庞，甚至渗进眼睛和嘴角，刺激得他皮肤发烫生疼。他挣扎着想爬起来，但背上一只厚重的膝盖狠狠将他按住，2只粗壮有力的胳膊反剪住他的双手，迅速用塑料束带绑了个结实。维甘特彻底动弹不得，只能发出愤怒的吼声：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美军自己的部队。黑衣人丝毫不理会，只冷冷压低声音在他耳边喝道：闭嘴，别看也别问。与此同时，其余几名陆战队员也被黑衣人缴了械，控制在一旁。他们被迫卧倒在地，心中充满错愕和恼怒，却不敢轻举妄动。场面一度非常紧张，一边是满腹疑惑的年轻陆战队士兵，一边是来路不明的资深特种队员。而峡谷崖壁上那不明飞行物依然静静矗立，仿佛冷眼注视着人类自己，剑拔弩张。气氛剑拔弩张之际，之前降落的2架直升机传来巨大的引擎轰鸣声。维甘特勉强侧过头，瞟向峡谷上方的空地，只见那2架双旋翼运输直升机此刻已降落完毕，机舱门打开，从里头快速跳下大批身着特殊装备的人员。这些新出现的人员，有的与先前的黑衣武装类似，身穿战斗服，头戴头盔，但更多的是穿着连体防护服和面罩，活像科幻电影里的生化危机处理小组。他们中不少人身穿黄色或白色的厚重防化服，背上还贴着明显的斗字样。另外一些则是全黑的连身防护衣，戴着橡胶手套和防毒面具，一看就是专业处理危险物质的技术人员。粗略估计，从2架直升机上下来的这批人员至少有20-30人，他们分工明确地携带各种箱子和设备，迅速列队朝峡谷坠毁点行进。维甘特此时正被2名彪形大汉架住肩膀，半拖半抬地往直升机方向带。他的脸上、身上依然沾满那诡异的透明液体，散发出阵阵刺激气味。带队的黑衣人瞥了一眼维甘特被染成斑驳颜色的作战服，皱起眉头，把他的衣服脱了，身上东西赶紧清掉，说着便命人停下，在原地对维甘特进行简单去污处理。几个穿防护服的 DOE 人员围上来，不由分说拿出清水和抹布，粗暴地在维甘特身上擦拭，把他外层的迷彩作战服扒了下来。维甘特犹自挣扎抗议，但换来的只是一记恶狠狠的警告：老实点。很快，他被剥得只剩内衣裤，沾满异物的衣物被塞进一个黄色密封袋收走。一名防护服人员甚至拿出检测仪，在他身上扫了扫，似乎在检查辐射或毒性反应。维甘特感到无比屈辱又无可奈何，不知是液体的刺激还是愤怒。他裸露的双臂皮肤一片通红，细细的汗毛更是大片脱落烧焦，隐约有火辣辣的疼痛。处理完维甘特身上的污染，黑衣人再次将他五花大绑固定在担架上，几个人抬着他快步走向其中一架直升机。旁边不远处，其他2名陆战队士兵艾伦和阿德金斯也被带离现场，但他们明显没有像维甘特这样严重接触异物，仅仅被押着上了另一架直升机。维甘特眼睁睁看着队友被分开带走，内心又气又急，却根本无法改变什么。随着引擎轰鸣声再度升起，他所乘的直升机开始离地升空。透过舱门一角，维甘特最后瞥见地面上那些 DOE 和防化服人员正鱼贯进入峡谷，朝那坠毁的弹型飞行器围拢过去。他不知道接下来那架外星飞船会被怎样处置自己，此刻的处境已经自顾不暇。直升机在丛林上空飞行了不知多久，维甘特被紧紧绑在担架上，又被套上了一个不透明的黑头套，只能听见机舱内几个男人的谈话断片。该死的小子，还敢动手！到了基地直接关起来。
他努力记下那些对话，但头套和引擎声使他听不真切。大约飞了几十分钟到1小时左右，直升机降落。维甘特感觉自己被抬下飞机，周围有人在交谈，隐约夹杂着不同口音的英语。他甚至听到有人讲了2句生硬的英语，好像不是美国人，像是中国口音或者德国口音。他心下纳闷，这批行动人员里难道还有其他国籍的人参与？一切疑问还未细想，他就被直接押往一处建筑里，7拐8拐后带进一间阴冷的屋子。随后砰一声，铁门在他身后重重关上。维甘特被按坐在一把椅子上，双手仍在身后，被手铐铐着。他头上的黑罩被粗鲁地扯开，迎面一盏强光手电照得他睁不开眼。缓了几秒，他总算看清周围情形。这是一间简陋的水泥室，没有窗户，只有头顶一盏昏黄灯泡摇晃。眼前站着2个穿黑制服的人，面无表情盯着他。其中一人开口问道：“你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几连的名字？”维甘特强压怒火，报上自己的番号和姓名。对方冷笑一声：“维甘特，下等兵，你知道你已经惹上大麻烦了吗？”接下来的情形就像一场噩梦般漫长。他遭到了连续10多个小时的审讯、威胁与心理折磨。起初，几名黑衣审讯者轮番上阵，用质问的口吻逼问他：“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坠毁地点？谁派你们去的？你究竟看到了什么？有没有跟别人说？还有谁知道这件事？”维甘特据实回答说，他们接获命令前去搜救疑似坠机，并不清楚坠毁物是什么。他描述了看到的不明飞行器，以及现场的液体和情况。然而这些回答显然不能令对方满意。审讯者的态度越发咄咄逼人，语气中满是敌意。他们大声斥骂维甘特不遵守命令，擅自乱闯。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就是不长眼？让你们别靠近，你偏要凑上去看。你知不知道你看到的是最高机密？你不该在那里出现。维甘特愤懑地顶嘴道：“我们只是执行上级任务，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话音未落，迎来的是啪的一巴掌，重重乖在他脸侧的墙上。黑衣人恶狠狠瞪着他：“住口！现在不是你质问的时候。”几轮下来，维甘特被他们吼得头昏脑胀，心里的恐惧逐渐涌了上来。他隐约明白，自己碰上的这伙人完全不受军中常规纪律约束，仿佛另有一套体系。他们甚至嘲弄地质问他的爱国心：“你不是爱效忠美国吗？”“哼，我们可不吃你那套，我们不效忠什么狗屁宪法，我们只听从我们自己的命令。”这番话令维甘特背脊发凉。对方公然声称不遵守美国法律，难道真的是某个不受控的秘密单位？随着时间推移，黑衣人的言辞越发恶毒起来，他们开始明确地威胁维甘特的生命安全。为首的审讯者贴近维甘特，阴森森地低声道：“小子，你最好乖乖闭嘴，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现在就把你拖上直升机，飞到丛林深处，把你踢下去，保证谁也找不到你，懂吗？”另有一人在旁冷笑补充：“是啊，你以为我们不敢吗？我们干这种事可熟练得很。你和你那帮朋友，你家人，通通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听到对方连自己的家人都拿来要挟，维甘特浑身血液直冲脑门，他又气又怕，忍不住怒吼：“你们不能这么做，我可是美国士兵！”话还没喊完，黑衣人猛地挥拳砸在桌上：“闭嘴！在这儿没有人 care 你是谁，我们让你消失，你就得消失。”就这样，他们车轮战四地对维甘特恐吓施压长达10几个小时。整个过程中，没有人真的殴打他，但从头到尾，他都被手铐锁在椅子上，动弹不得，几乎筋疲力尽。那些人一会儿大吼大叫，一会儿又阴阳怪气的威逼利诱，不给他休息和饮水。有那么几次，维甘特真觉得自己可能活不着离开这房间了。他的精神被折磨到极点，脑中一直回想着对方那句冰冷的话：“你不该看到那些，你如果乱说，我们绝对不会让你活着。”约莫过了15个小时之久，房门再次打开，走进来一个身穿空军军官制服的人。维甘特抬眼一看，对方肩膀上挂着中校军衔，然而军服上却没有名牌。这名中校挥退了其他审讯人员，独自站在维甘特面前，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沉默片刻后，中校用不带感情的语气缓缓说：“年轻人，
我听说你在现场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维甘特沙哑着声音答：长官，我们只是执行任务，撞见了那种飞行器，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中校摆摆手，冷冷打断道：我只需要你明白一件事，今晚发生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你没看见任何东西，我们也不存在。你要是敢向外透露半句，你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懂吗？维甘特浑身一颤，抬头对上中校阴森的目光，他知道对方不是开玩笑，于是点了点头。中校哼了一声，从公文包里拿出几张文件和一支笔，扔在桌上，签字。维甘特颤抖着拿过文件，发现上面满是法律术语和保密条款，他脑子昏沉，根本无力细看，但猜也猜得到那是不准泄密的协议之类的东西。为了保命，他只能顺从的在标示处签下自己的名字。中校见他签完，收起文件，弯下腰贴在维甘特耳边，用只有他们两人听得到的音量森然道：记住，如果你敢违背刚才签下的保密誓约，你和你在秘鲁经历的这一切都将永远消失。我们有100种方法让你从地球上蒸发，子弹很便宜，明白吗？维甘特听到子弹很便宜这句话时，只觉得后背发冷，灵魂像被钉在椅子上一样。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点头答：明白。中校冷冷盯了他几秒，随即转身敲了敲门。2名武装人员走进来，把维甘特从椅子上解下并押出房间。维甘特的双腿早已麻木无力，只能任由他们拖拽。接着他又被重新蒙上头套，带上一辆车，一路上颠簸行驶了不知多久。期间他似乎还听到有人用西班牙语交谈，像是在进入某个秘鲁军方基地。终于，当头套再度被取下时，维甘特发现自己回到了先前驻防的雷达基地，也就是他最初出发执行任务的美军营地。此时已是白天，他被领进基地一角的帐篷，里头坐着几个美国空军军官。这些空军人员没对他多说什么，只是简单询问他身体状况，然后告知他接下来几周将暂时留在基地休养，等待进一步调遣。就这样，强纳森·维甘特从一个执行搜救任务的士兵变成了一个被隔离监视的特殊病号。在基地的3个星期里，他被要求不得与外界联系，也不能和其他未涉事的战友谈论秘鲁丛林中发生的任何事。他被单独安置，定期有军医来给他检查身体，一切看似正常，却处处透着监视和封锁。维甘特曾试图打听那天和他同去的艾伦、阿德金斯等人情况如何，但负责看守他的上级冷冷地说：他们很好，你不用操心，记住你的保密协议。维甘特只能作罢。身体上的伤痛倒是其次，真正折磨维甘特的是心理创伤和诡异的后遗症。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开始反复做噩梦，梦见那架闪着七彩光的弹形飞船从天而降，梦见高大的灰色生物站在他眼前无声的哀求。他经常半夜惊醒，大汗淋漓，有时耳边还会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杂音，就像当时在现场脑海中听到的沙沙白噪音一般，挥之不去。这种奇怪的幻听折磨着他，使他无法安睡。有时候他甚至感到脑中凭空浮出陌生的画面和念头，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这些症状在坠机事件之前从未出现过，现在却挥之不去。维甘特隐隐担心，或许当时他接触那不明物体和液体，真的对自己留下一些奇特的印记或者心理阴影。更令他痛苦的是，整件事被彻底掩盖了。几周后，美方高层以任务需要为由，提前终止了维甘特在秘鲁的部署，把他送回美国本土。他回到北卡罗来纳的海军陆战队切里波因特基地继续服役，但从此整个军旅生涯都笼罩在那晚的阴影下。他也曾鼓起勇气，私下向信任的上士彭威尔透露过在秘鲁的遭遇，期望能得到些指引或保护。那位上士听后面色凝重，只告诉他别再提这件事，当没发生过，明白吗？维甘特彻底心灰意冷，显然军队内部对此要么一无所知，要么就是默许了某种封口令。自此，维甘特成了一个沉默的局外人，独自扛着惊天秘密而无处倾诉。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处境越发艰难，有人开始以各种理由刁难他，质疑他的精神状态。
他甚至一度怀疑军中情报部门有意在内部将他塑造成不稳定或精神有问题的形象，以防日后他说出什么惊人之语而降低可信度。最终，饱受精神折磨的维甘特为了逃离这一切，不惜以违纪的方式提前结束军旅生涯。据说他在1997年底主动承认使用了违禁药物，借此申请退役，只求尽快脱离军队掌控。到1998年3月，年仅20出头的强纳森·维甘特便从海军陆战队退伍了，带着满腹疑问和创伤回到平民世界。维甘特深埋心底的秘密，直到几年后才重见天日。离开军队后，他辗转联系上一些研究不明飞行物现象的民间人士，最终在2001年左右鼓起勇气，向调查员讲述了自己在秘鲁丛林亲身经历的这一切。他之所以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披露真相，是因为他深感那晚所获得的资讯意义非凡，这是关乎人类和未知智慧生命之间的一条重要讯息，不能永远被尘封。那就是坠毁在秘鲁丛林中的不明飞行物并非怀有恶意的入侵者，反而很可能是在向我们寻求帮助的迷途旅人。根据维甘特的描述，飞船中的存在通过心灵感应向他传达了安抚和求救的训念：我们不会伤害你，请帮助我们脱困。这意味着，至少在那起事件中，外星智慧主动释出了善意，并未对地面人员展开任何攻击。他们在坠毁后第一反应竟是向陌生的人类士兵传递不用害怕的安慰，这与许多人想象中充满敌意的外星入侵截然不同。然而讽刺的是，人类这一方的反应却让人深思。在维甘特接收到可能是来自外星生命的和平讯号同时，随之而来的美国秘密单位却以极端强硬和敌对的方式处理了整起事件。全副武装的黑衣小组闪电般地封锁了现场，对目击者威胁禁口，甚至不惜扬言灭口。整个过程中看不到丝毫想与未知生命沟通的尝试，有的只是控制、遮掩和自身安全的考量。外星飞船里若真有生还者，他们的命运如何？是被那支 DOE 特遣队俘获了，还是得到救治？这一点维甘特无从知晓。我们只能推测，以他现场目睹的大规模回收行动来看，美方显然有成熟的程序和人力来迅速回收 UFO 残骸与可能的成员，甚至可能包含国际合作。也就是说，世界上或许存在着一个跨国界的秘密联盟，专门应对此类来自天空的不速之客。把维甘特的经历放在更大背景下，我们会发现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美国能源部的核应急部队 DOE 除以 NEST 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出现在秘鲁丛林？除非事先掌握情报，否则一个30多人携带防护装备的团队不可能在异国他乡如此神速集结。这是否意味着当晚飞船坠毁之前，美方就已经通过雷达或其他手段监测到不明飞行物的出现，甚至可能正是美密联合的防空部队误将其击落？维甘特注意到飞船残壳有一道明显裂口，看起来像是被导弹或炮火击中后的伤痕。他个人猜测，很可能当晚秘鲁部署的美制 Hawk 地对空导弹把这架 UFO 误认为非法飞机而击落。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成了一场意外的星际误击事件。人类因误判而打下一艘外星载具，幸存的外星成员迫切向我们求援，而我们的秘密回收小组火速赶到，却对外星生命和目击者一律晋升处置。这背后折射出的或许正是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极端恐惧与控制欲。回顾整件事，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那条通过维甘特传达给我们的重要讯息：一边是未知的文明以和平姿态伸出橄榄枝，一边是人类军方的强力封锁和情报黑箱。这仿佛在拷问我们每一个人，当真正的外星智慧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究竟会如何反应？是怀着敌意举起枪炮，还是带着理智和善意伸出援手？秘鲁丛林事件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对照。外星访客在最脆弱无助之时，选择了向一个陌生年轻人类传递善意，希望获得帮助；而我们人类内部最见不得光的诠释者，第一时间选择的是隐瞒真相，排除异己，生怕平民和基层士兵知晓半分。或许有人会说，军方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恐慌，或者避免高科技落入不法之手。
然而这起事件中展现出的高度戒备和残酷手段让人不寒而栗。看来在掌权者眼里，公众知情本身才是最大的威胁。因为维甘特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传播开去，将动摇长久以来对不明飞行物的官方否认态度。试想，一个身经百战的美军士兵现身说法，证明20多年前在秘鲁丛林真的回收过外星飞船和生命，这将彻底改写我们对宇宙中是否有其他智慧的认知。而更惊人的是，他亲身感受到外星智慧透出的情感恐惧、无助，却又友善地向我们寻求协助。这一幕揭示出，所谓的外星人并非电影里冷血嗜杀的怪物，他们或许跟我们一样有情感，会畏惧，会受伤，需要别人的帮助。强纳森·维甘特挺身公开了自己的经历后，引起了一些关注和调查。一些研究者发现，他所描述的种种细节和许多历年来流传的 UFO 回收案例不谋而合。比如，美国早有一支传闻中的空军快速反应回收队伍，专门处理坠落的不明飞行物。美国能源部下辖的核紧急支援小组，虽名为核事故应对，但多年来屡次被怀疑参与了 UFO 事件的掩蔽回收工作。更有甚者，有消息指，一些 UFO 坠毁后会释放有毒物质或辐射，因此 NEST 介入也可理解为以核事故为幌子来处理外星科技残骸。在维甘特事件中，我们确实看到了 NEST 人员和防化装备的出现，这似乎印证了上述种种传闻。可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某种跨部门、跨国界的隐秘机制早已运转成熟，静候每一次来自未知的造访。1997年秘鲁丛林 UFO 坠毁事件，随着维甘特的披露才浮出了水面。这个故事听来宛如科幻小说，却由一名军人亲身经历而显得格外震撼。在这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直面未知时的两个面孔。基层士兵带着好奇与善意，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外星来客，感受到对方传达的和平讯息；而掌握权力的秘密机构则如临大敌，用武力和谎言迅速抚平一切波澜，把真相深埋地下。不论外星访客的结局如何，维甘特从他们那里感受到的重要讯息却深深留在了他心里，也理应引发我们每个人的思考。那条讯息很简单，他们没有恶意，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也许在无垠的宇宙中，不止一次有智慧生命向人类伸出手，希望得到援助或交流。如果下次再有类似的场景，人类会作何抉择？我们是否还要让恐惧和猜忌支配行动，让接触的契机化为剑拔弩张的对峙？又或者，我们能否怀抱勇气与同理心，去回应那来自星辰大海的呼唤？秘鲁丛林的夜空中坠落的那枚弹，带给我们的或许不仅是关于外星科技的谜团，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人类内心的光明与阴影。一方面，我们终于有了证据，相信人类并不孤单，浩瀚星海中真的有邻居存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清，在未知事物降临时，人类社会内部的恐惧和权力角力竟如此强大，甚至不惜对自己人痛下杀手来守护秘密。当科技日新月异，平民百姓对宇宙的好奇与日俱增，我们迟早要直面这些终极问题。如果外星文明向我们递来橄榄枝，我们是接过它，还是将其折断？强纳森·维甘特用他的勇气告诉了我们那夜发生的一切。至于人类从中能领悟到什么，做出何种改变，则取决于我们自己。或许多年以后，秘鲁丛林夜空中那场不明飞行物坠毁风波的全部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我们仰望星空，寻找宇宙邻居的同时，也必须审视自身内心的恐惧与智慧。当下一次机会来临时，我们能否不再让珍贵的讯息淹没于沉默？人类是否已经准备好去理解并伸出援手，而非举起枪口？这将是未来我们集体要回答的问题。而秘鲁丛林传出的那条重要讯息依然回响在我们耳边。不要害怕，我们并非敌人，请帮助我们